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来自非洲的宠物鸟，它们拥有犀利的眼神、帅气的外表，顶着一头黑色的头发，还有一个绿色的领巾，但是个性是属于比较害羞的塞内加尔鹦鹉。也要来带大家了解一下鹦鹉在繁殖期的时候需要给它们补充什么样的营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我们一般想到非洲的鹦鹉呢，第一个可能会想到的是非洲灰鹦鹉，再来就是小鹰。但是一样来自非洲的塞内加尔鹦鹉，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咯。而且更特别的是，在1996年到1997年的美国鸟种期刊当中，他们在统计全美国人最喜欢的宠物鸟，而塞内加尔鹦鹉更被排在前15名哦。塞内加尔它们是属于中型鸟，长度大约24公分左右，而体重的部分大约坐落在130克到160克之间，而平均的寿命大约30年。它们的名字叫做塞内加尔鹦鹉，那想当然，它们的产地就来自塞内加尔。这个鸟种分布于西非各国，在野外的塞内加尔，它们喜欢住在潮湿的林地，还有草原的边缘地带。它们在非洲大陆大量的繁殖，但是它们在大量繁殖之后常常造成农业农产品的损害，所以塞内加尔它们就变成农民猎杀的对象。甚至有些人把塞内加尔就抓去卖给别的国家。塞内加尔一样是属于群居型的动物，在野外非繁殖的期间大约是20-30只一起行动，而且有时候在寻找食物的时候，更会有大量的鹦鹉一起在天空飞行寻找食物。我们前面讲到，它们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害羞的，所以它们在野外也不容易跟人亲近。如果你要分辨塞内加尔的幼鸟跟成鸟的话，它们大约在4个月左右它们的眼睛就会渐渐的从灰色转变成黄色，跟非洲灰鹦鹉有一点像哦。它们在野外主要的食物是水果、树枝，还有嫩芽等等。当然呢，也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农作物，像是玉米花生等等农作物，都是它们在野外的食物哦。原生种的塞内加尔鹦鹉，它们的嘴巴还有它们的头部是呈现黑色深色的，而它们的胸口以及翅膀是呈现绿色的，它们的腹部的部分是呈现有一点黄色，而它们的脚的部分是呈现灰黑色的哦。塞内加尔鹦鹉是 Poicephalus 这个属当中最常见的种类，它们适中的体型呢，以及它们安静的个性是非常适合在公寓饲养的。有些人呢还会称它们为公寓鸟。至于它们公母的部分不易分辨，通常要经过 DNA 的检测才会知道。手养的塞内加尔是非常适合当做宠物鸟的，但是它们在很开心或者是很生气，甚至说受到惊吓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咬人的情况，这都是正常的。特别呢是陌生人，因为塞内加尔这种鹦鹉它们是会认主人的，而且通常只会认一个单一的主人。当其他人靠近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可能因为陌生害怕而去攻击人、咬人的这种状况发生。那如果从小呢，你让它跟人类接触的频率很高，它对人比较没有那么有警戒心那其实这个状况就可以减少很多。那塞内加尔鹦鹉它们有3个亚种，它们这个3个亚种主要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从它们 V 字领下方的羽色判断，总共有黄、红、橘这3个颜色。那再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塞内加尔它们的说话能力怎么样。人工饲养的塞内加尔它们是属于比较不吵杂型的鹦鹉，而且它们的体质非常强壮。更特别的是，他们是吹口哨的高手哦。他们很喜欢去学一些音乐声、电话声、门铃声这种可以用口哨发出来的声音，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至于说话，还有学人类说话的这个频率跟其他鹦鹉相比就没有那么强了。他们的破坏性也是属于强的，很喜欢啃咬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想要饲养塞内加尔鹦鹉，他们的笼子最好准备3尺以上的笼子，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而且要选择坚固的鸟笼，最好是不锈钢的。然后在里面放一些木头或者是啃咬型的玩具，让他们排遣时间、消耗精力。在鸟笼的附近、四周围的地方也可以种植一些盆栽，帮他们挡一些阳光，制造一些隐秘的感觉。而通常在野外，他们大约会在9到11月的时候在树上筑巢。在繁殖配对之后，公鸟就开始会有保护母鸟的动作，而根据地点，繁殖期也会有不同的状况。就是说，如果塞内加尔在比较干燥的地区呢，它们的繁殖期就会比较接近它们潮湿季节的附近。塞内加尔鹦鹉它们每一窝大约会产2到4颗蛋。顺道一提，塞内加尔鹦鹉它们也是全世界的鹦鹉种类当中被捕抓出口数量最多的种类哦。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选择人工繁殖的鹦鹉会比较好。人工繁殖鸟它们的繁殖难度不会太高，大约在2岁左右就开始会有繁殖的能力。
但是差不多都会到3到4岁的时候才会给它们进行繁殖。一旦开始繁殖成功之后，它们的繁殖效果将会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稳定。跟其他中小型的鹦鹉相比，塞内加尔鹦鹉的幼鸟是比较不好照顾的。在繁殖的期间，公鸟看起来会比平常更加的焦躁不安，而母鸟排泄物的大小可能会比平常大上1倍之多。那在繁殖的期间，我们应该要给它们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呢？这边帮各位做整理一下。如果你想要促进鹦鹉发情的话，你可以准备维生素 E 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给它们，或者是动物性蛋白质成分比例比较高的食物给它们吃，给它们补充。再来，我们也可以利用延长光照的时间来帮助它们发情，也就是说，我们增加它们白天活动的时间，给它们多运动等等。再来，在饮食方面也要提供它们大量的青菜、水果等等。而我们在喂食这些青菜水果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清除它们吃剩下的东西，避免它们吃到腐败的食物。当塞内加尔鹦鹉它们开始进入孵蛋的时候，那就千万不要去干扰它们。如果我们在繁殖的期间过度的干扰塞内加尔鹦鹉的话，它们非常有可能放弃孵育的这个工作，而且甚至去攻击幼鸟。因为在自然界当中，当塞内加尔鹦鹉它们觉得它们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幼鸟长大，这个环境已经不适合它们，已经充满危险了。对青鸟来说，它们就必须补充自身的营养，为下一胎做准备。如果你是选择让青鸟哺育幼鸟的话，在孵化之后，主食就要渐渐的从青菜水果转变成饲料，因为这个时候蔬果所能提供的营养已经不足以让它们去哺育下一代了。这个时候青鸟所需要的是高营养、高能量的食物，就像是我们的颗粒饲料以及滋养丸这种高营养的食物，这样子充足的营养才有办法帮助它们应付在哺育幼鸟这时候所需要的营养。如果这个时候你是选择把它们抓出来人工饲养的话，像是我们所谓的 A19、A21 还有 K 牌的奶粉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在照顾幼鸟环境的温度大约控制在34度左右。如果你要把它抓出来玩的话，尽量等到它们的羽管长齐的时候再把它们抓出来，这样比较保险。跟人类一起长大的塞内加尔鹦鹉，它们就会开始学一些杂技，像是鹦鹉糖糖翻跟斗，还有前面讲的吹口哨等等，它们都非常厉害哦。总结来说，塞内加尔鹦鹉是非常适合当做居家的宠物，而且最好是从小开始养起。它们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害羞、比较安静的个性。我们跟它相处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它们的叫声是属于安静的，会吹口哨，而且具备些许的说话能力。在空间的部分因为它们的体型不大，不占有太大的空间，所以鸟笼的部分也不需要像灰鹦鹉一样准备太大的鸟笼。但是每天给它们的放风活动的时间一样不可少哦。最后，帮他们定期的洗澡沐浴，这都是照顾塞内加尔千万不可或缺的一环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